掌柜的，今天还有3桌预定的烤鸭没上，定金退双倍，咱们得亏50块中品零食。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大哥，外面天都塌了。就是个破天道，凭什么让本王连夜搬家？洗碗池我刚擦的锃亮。掌柜的别慌，我这就去把它劈了。劈个鬼啊！你一个内丹被挖的废柴，他一个残疾盲人，外加一条洗碗的泥鳅，拿什么劈？拿头吗？你是莫无咎，魔界北境之主。我没瞒你，你也没问啊。掌柜的，你现在想开除我们吗？开除个屁！都给我干活！外面那个血月是怎么回事？那不是月亮，那是天道给自己塑造的肉身。啥？这方世界的天道醒了，他要降世。所以仙魔大战、世界毁灭都是因为他？是。那我穿越过来是为了杀他。3界蝼蚁，天道降临，还不速速献祭你们的灵能！别杀我，我只是个做饭的。真丑，本来还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掌柜相处，本尊的饭馆你也敢砸？灭世魔尊莫无咎，你不是被正道围剿死了吗？聒噪！天机剑宗掌门，当世剑尊凌霜华。赔本王的洗碗池！幽火南普月，这他妈到底是个什么饭馆啊！掌柜的，天道扰了咱们的生意，请掌柜的赐菜，哦不，赐剑。姐姐，干他丫的！穿进修仙界开饭馆，账房是魔尊，砍柴母女是剑尊，洗碗工是妖皇。现在他们竟然要把所有法力全给我，让我一个凡人厨子去砍天道！我不管你是天道还是什么鬼东西，耽误我生意，伤我员工，让你滚蛋！敢弑天！你算什么天？这离谱的一切，还要从我刚穿越过来开始说起。丁，宿主叶晨，您已到达7731小世界，该世界命运线出现致命偏差，请在2年内找出症结并修复，阻止世界毁灭。我去斩妖除魔。任务完成方式不限，新手礼包已发放，祝宿主好运。10两银子，外加一个低品质身份造化符，能给我造个假身份，但想当掌门没门儿。以我连灵能弟子都感知不到的废柴体质，在这个赛博修仙世界混，不如直接躺平。灰雾街，3界交汇的3不管地带。人妖魔3族混居，鱼龙混杂，在这里开饭馆，倒也不是不行。3天后开业了，第1天没人来，第2天来了一个，吃完不给钱，还放话：弱者不配在灰雾街开店，滚！我笑着送客，但第3天那人又来了。掌柜的，昨天态度不好，这把剑算抵饭钱了。完全不知道这玩意儿值多少钱，但我知道我的厨艺征服了修仙界的第1个回头客。可问题也来了，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。老板，我们没带够钱，但有别的东西，您先看看。又想赖账，打不过认了。不，您跟我来。以他的姿色，定能换不少灵晶。嘿嘿，掌柜身边缺个人，
用它抵账，如何？行，人留下，饭钱免了。这人要是死了，我良心过不去。保持什么距离？人都快死了。剑修根骨不错，可惜金丹被挖，内府被毁，持剑手也废了。就算用灵药救活，也不顶什么大用。又胡说！人命关天，哪有浪费不浪费？没有他不能用的吧？掌柜当初给我死马当活马医的时候，可没这么小心。他内府被毁，这东西吸收不了，灵能过激会爆体而亡。剩的随便喂吧。怎么还不醒？再不醒，肌肉要萎缩了。许是知道自己以后就是废人了，不愿睁眼面对。都这样，习惯就好。担心的话，掌柜就煮碗面端过去，兴许善良能把人唤醒。好。多谢阁下救命之恩，只是我没什么可以报答的，所以阁下有想杀的人吗？我可以帮你。你们这个世界的人到底怎么回事？停！我是奉公守法的良民。吃。你店里还缺人吗？他们都以为我死了，不会连累你。那可不一定，想不给掌柜添麻烦，光靠蠢货的自觉可没用。有点帅啊！想学吗？我可以教你，哪门哪派的剑法都行。这大概就是朋友间的，等我发达了给你买做仙府。纯靠幻想，不带真金。有一个能干活的就行了，让我安静做个厨子吧。本来想着掌柜要学剑，就把他那把剑给你要过来，也算个稀罕物件呢。顾渊白见多识广，没有他不认识的灵气灵系，连他都说是好东西，那对双灵来说一定意义非凡。提示：该残剑内部灵魂回路与使用者灵魂绑定为本命剑链级别。哦，这次倒说了句有用的。双灵坚持不要工资，只接受包吃包住，但他一人身兼数职，劈柴、招呼客人、收拾碗筷全包了，给我一种自己是狗地主的错觉。夜了摸的名声走出了灰雾街，营收超过灰雾街90%的店铺。人多了，奇葩也来了。以前碰到找茬的全靠人，但现在有双灵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不是说他金丹被挖，内府被毁，和凡人无异。原来我和这个世界的凡人也有弊。劈柴劈多了，力气比掌柜大了一点。掌柜现在这样就很好，很健康。不愧是天才。怎么他一来，你说话就夹枪带棒的？不认识，结交天才的好运气我可没有，结仇还差不多。懂了，生来八字不合。角落那位，如果我没看错，是当世第2的锻造大师。5年前妻子去世后，再也不肯开炉。掌柜不是想给双灵修剑吗？听说他一直惦记妻子做的一道菜。我最初学做饭时，一门心思菜做成很贵的样子。可真正让我在忙到忘记吃饭的深夜暖起来的，是一碗普通的疙瘩汤。
你是北境那边的人？不是，只是吃过那边的特色菜。小姑娘，愿不愿意拜我为师？老夫在修仙界也有些名头，就算你没修炼天分，老夫也能用灵械法器把你堆成强者。这位说到做到，能得他垂青是多少钱换不来的机缘？掌柜心动了吗？答应了，以后跟在老夫身边。感谢您的抬爱，但我没修仙天赋，也没远大志向，给您当弟子，怕是败坏您名声。不过如果您满意这顿饭，我有一事相求。一把剑而已，拜我为师，自然帮你修好。你确定只要这个？不后悔，多谢客人。大师，这里的材料您随便挑。其他的都好说，唯独天机剑宗的剑莲神子50年结一颗，全被天机剑宗垄断了。天机剑宗，双灵所在的门派，那个宗门让人恶心。双灵天生剑骨，被掌门收为亲传弟子，可掌门看中的只是他那张和首徒5分像的脸。他体内的金丹是用来救大师姐的灵能药酒，双灵九死一生逃出天机剑宗，沦落妖域。有替代品，但效果差远了。融入莲子后，剑意出窍便自带传承剑意，灵纹共振频率直接拉满。不必了，只要修好剑身就够。我已经有了出剑的理由，总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剑意。小眼里就有活，不错不错。又欠掌柜一条命。怎么，又想替我杀人？你不喜欢血腥，不喜欢杀戮，所以我向你保证，从今往后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和皓月会把所有危险挡在外面，绝不让任何人侵扰你的安宁。此事，天地为证。皓月，这名字好听，那以后你劈柴能不能轻点？气氛他就是这样被我一手砍裂的。不过日子确实越过越好了，夜了摸生意蒸蒸日上，每天翻台率高到可怕。可奇怪的是，不管修仙界还是魔界来的新客人，一个个缩头缩脑的。进门点单吃饭，还排队把空碗送回后厨，被掌柜的人格魅力征服了，礼貌的不像话。他说的对，这俩人表面上不对付，但有些时候默契的让我心里发毛，总感觉他们背着我在做什么大事。顾元白最近一到休息日就消失，连续好几次多请了假。虽然他给毛笔下了灵能自动术法，账房工作不受影响，但我还是担心，相处这么久，我了解他的本性了。这人看着温柔可亲，实则小心眼爱记仇，下手还黑。我怕他不声不响搞个大的出来。至于双灵，从不请假，却会在休息日出去一段时间。我只当他出去逛访视，没多问。玉里储的食材少了一些，少的全是生肉。就算有人饿极了，也不至于偷生肉吃吧？难道进老鼠了？那块肉是我打算做脆皮五花的。这回你说了句人话。愚蠢的人族，说谁是老鼠？真是龙困浅滩遭虾戏，还敢撒灵鼠散！放在从前，这破饭馆连给本王烹饪的资格都没有。愚蠢的陷阱，真当本王是凡蛇？卑鄙的人类！卑鄙的人类！本王活了800年，头一回被烛龙扣住。柴火没捡着，捡了根破树枝，树枝没了，五花肉也没了，这破店迟早被老鼠吃垮。谁是老鼠？你才是老鼠！你全家都是老鼠！啊！我的天！妖物，你如何混进来的？是他把我请回来的。
就是你捡了我赞助的小树枝，还夸我直，说你是什么王，要我当你的圣剑。掌柜的，捡人就算了，连树枝都不放过。不要揭穿我黑历史啊！所以掌柜是捡了根树枝，树枝变蛇，蛇偷了你的肉，你用我编的笼子扣住了它。总结得很到位，但能不能别说了？你饿了我这么多天，还关了我这么久，尾巴都炸鳞了。那你想怎样？包吃包住，本王什么都会干。会什么？本王会洗碗。效率比掌柜手洗快了20倍。不就洗碗吗？本王最擅长了。姐姐，行吧。你叫什么？大漠。本名南浦月。南浦月？谁啊？掌柜的，你知道妖域刚登基那位新皇叫什么吗？不知道啊。南浦月。曾用名，本王现在叫大漠。你们要好好活着，活到最后。不要去天机剑宗，不要去魔界北境，妖域的水云天也远离。只有远离主角和反派，当个无名之人，才能苟到最后。他到底……嘘。你来这个世界，是不是要做一件事？人贩子要我拯救世界，可我只是个胆小鬼。任务失败的话，你会离开吗？也许会和这个世界一起死掉吧。梦里好像有人说，你不会死，我保证。中秋第2天，第一次冲突在修仙界爆发。原著中仙魔大战的起因是反派屠了墨家，被仙门讨伐。可这一次，是魔界认定杀害灭世魔尊的凶手来自修仙界，以此为借口，战争打响。妖域墙头草班2头帮忙，向往天平上增减砝码，对抗着使天平不断摇晃的不明外力，仿佛有2位棋手在博弈。一方占据天时地利，却狂妄自大；一方步步为营，搅乱对手每一步棋。仙魔大战的第2个月，3族缠斗却没有造成原著中的末日景象。那个隐形的棋手一直在幕后操控着平衡。掌柜的，今天还有3桌预定的烤鸭没上，定金退双倍，咱们得亏50块中品零食。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大哥，外面天都塌了。就是个破天道，凭什么让本王连夜搬家？洗碗池我刚擦的锃亮。掌柜的别慌，我这就去把它劈了。劈个鬼啊！你一个内丹被挖的废柴，他一个残疾盲人，外加一条洗碗的泥鳅，拿什么劈？拿头吗？锅顶头上，关键时刻保命。林子在北面，天黑往南跑。在3方人的争执中，一个只有柴火的破林子，莫名被2方人叫做恢复巨灵之地。第6感拉响警钟，这波冲我来的。南边通魔界虽然不安全，但
但总比留在战区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我说过，不许他们往这边来。狗屁巨灵之地，明晃晃的饵，那群蠢货也上钩。他们背着掌柜有秘密吧？无耻！都这时候了，你不会还想把姐姐拐回魔界吧？拐回？你是？莫无咎，魔界北境之主。我没瞒你，你也没问啊。掌柜的，你现在想开除我们吗？开除个屁！都给我干活！谁懂啊？口口声声说要避开主角和反派，一回头发现他们全在我家打工。把世界调成静音，聆听无名之人破碎的声音。是我眼花吗？大反派献祭所有魔族，窃取天道之力，将全世界命龟拢于指尖。命龟凝聚成血月，血月膨胀，天地消融。但这一次，没有人献祭啊！血月是谁造出来的？不是你，对不对？掌柜的相信我吗？相信一个注定毁天灭地的反派？顾元白，你说我就信。我说过，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。真正的敌人不是反派，是这个世界天道本身。那双天眼是天道所赐，但不是因为墨家幸运，恰恰相反，墨家被他选中了。此方世界灵能充沛，3界之内人人修行，吞噬天体灵能粒子，灵能滋养众生，也滋养着天道。天道逐渐苏醒，从冷漠旁观秩序的一只眼，变成了拥有私欲的意识，一个觉醒的超级灵能系统。他认为整个世界属于他，只要拥有肉身，就能吸取全世界灵能，脱离秩序束缚，逃去上位世界，成为真神。墨家就是他的实验体。天眼是天道植入的一抹意识碳基，借天命之人偷窥3界，暗布棋子，如同埋在系统核心的后门程序。直到我这一代，天道积蓄够了力量，而气运之子也诞生了，凌霜华和南浦月，命定飞升之人。一旦他们飞升，世界灵能枯竭，天道永远无法降世。所以天道选了我当压制棋子。反派和主角天生对立，不杀主角死的就是自己，这是写在命轨数据题上的铁律。而气运之子死亡时，天道便可借世界毁灭之机降生，彻底榨干这方世界的所有灵能。原著中，正因为我背后有天道之力，主角们节节败退，最终南浦月献祭自己化为神剑，凌霜华以凡人之躯斩杀反派，自己也化为烟尘。可气运之子一死，天道照样降世，世界还是毁了。这就是冰结的真相。天道产生了自我意识，这才是一切的根源。所以你这2年杀了10个替身灭世魔尊，又用妖域制衡战场。我一直在拖延时间，等掌柜的想清楚怎么做。杀一个会冒出2个，除非杀光天下所有人，天道总能找到新的棋子。
那是天道给自己塑造的肉身。啥？这方世界的天道醒了，他要降世。所以仙魔大战、世界毁灭都是因为他？是。那我穿越过来是为了杀他。请宿主叶晨在天道出生前销毁血月，血月销毁后灭世危机解除，可领取奖励回归原界。你回来就是说废话，看我像能销毁那东西的人。宿主可以，金高位面推演，您是成功率最高的人。你们这个高位阶挺不靠谱啊！我只是个普通厨子，做过最勇敢的事就是在马车上打落登徒子的荷包，我连只老鼠都没咬死过。不是，真让我打天道？你可以，只有你是不受天道支配的世外之人。三界蝼蚁，天道降临，还不速速献祭你们的灵能！别杀我，我只是个做饭的。真丑！本来还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掌柜相处，本尊的饭馆你也敢砸？灭世魔尊莫无咎，你不是被正道围剿死了吗？聒噪！天机剑宗掌门，当世剑尊凌霜华。陪本王的洗碗池！妖皇大普月，这他妈到底是个什么饭馆啊！掌柜的，天道扰了咱们的生意，请掌柜的赐菜，哦不，赐剑。姐姐，干他丫的！穿进修仙界开饭馆，账房是魔尊，砍柴母女是剑尊，洗碗工是妖皇。现在他们竟然要把所有法力全给我，让我一个凡人厨子去砍天道！我不管你是天道还是什么鬼东西，耽误我生意，伤我员工，让你滚蛋！这不是普通的剑，这是妖皇本体化成的兵器。姐姐，一会儿干他丫的，你躲在我身后就行。剑骨，他把自己的剑骨融入了我的身体。别怕，我们三个把命都压在你身上了。我去就回，给我留碗面。第一剑，我！剑骨护盾完整度97%，目标核心位置已标记，血月中央心脏。第二剑，蝼蚁，竟敢弑天！你算什么剑？
剑尊一生的剑意，每一道灵纹都是他的修为，他的意志，他的誓言。第三剑，杀！全世界都听到了那一声心跳，微弱、短暂，如同林中的叹息。无形的桎梏消散了，从此再无天道操控，每个人的命运重新归于自己手中。任务完成，正在结算。宿主叶晨辛苦了。沉默了很久很久，久到我以为自己已经死了。再等10年，酒更醇。此事天地为证。我闻到了煎蛋的味道。还有一股焦糊味儿。顾元白、双灵、大漠，所以我就这么被踹回来了，连个告别的机会都不给。他们3怎么就都不见了？现实中我的小餐馆也叫夜了么，面积不大，但能在这座繁华古城租下一间店面，足以证明我的手艺。以前每天开门前，我都会骄傲地叉腰在门口摆个架势，今天没心情。这东西的样式和那边的竟有些不同。已为您结算成功。根据主系统推算，正在为宿主赛发奖励。奖励？大漠，你别碰灶台上的东西。我又不是碰，我是在研究姐姐的世界怎么也用火焰来做饭，跟那边一样原始。哼，闭嘴！你连碗都洗不明白。谁说的？有水的地方，本王就是霸主。掌柜的，早上好。现在要开始营业了吗？瘦了。姐姐，你这个世界的水好奇怪，从管子里出来的，但是本王已经掌握了。姐姐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不高兴看到我们吗？你们怎么来的？说来话长，掌柜斩断天道的那一刻，世界的桎梏消散，束缚在命轨数据台上的锁链全部崩断，灵纹回路重组，灵能矩阵重归自由。我们3个的命也从不再属于那个世界的天道，自由身，想去哪儿都行。我们选了这里。树林给你们办路引了，就是通关文牒，你们怎么过来的？他开的路，我砍的门，他钻的缝。世界和世界之间有裂缝，就像灵纹回路之间的缝隙。我小嘛，钻进去刚好，然后从里面把门撑大，他们就跟着进来了。你钻裂缝，不会把裂缝撑破了吧？身份的问题，掌柜不用担心，我已经用一点小手段处理好了。我不太敢想象他的小手段是什么级别的，但此刻这些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他们在这里，在我的店里，在我的世界里，站在古城清晨的阳光下，完好无损。姐姐，你压到我尾巴了！当天下午，叶两摸没有开业，我带着3个修仙界来的生物，在古城进行了一次新手教程。
我不是故意的。掌柜在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活着真好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开始了带娃，不对，带同事适应这方世界的生活。掌柜的，你看，有人在留言簿上给我们写了5星好评。看来我的存在也能为叶了墨招揽客人。你说的没错，但能不能别这么自恋？双灵的适应速度稍慢，但他有个优点，认真，让他学什么就学什么，从不抱怨，比大漠洗得干净。怎么可能？再来比一次！不过双灵有一个严重的问题，他太能打了。报官，在这个世界我们报官。报官就是找衙门，这里的衙门会管的。大漠是最大的问题，因为他维持着蛇形不能变人，出不了门，只能留在店里。凭什么？等你能变成人形再说。我在恢复了，再给我点时间。那在你恢复之前，你的工位就在洗碗池。姐姐，你变了。你姐姐我一直这样。叶了么重新开业后，生意比以前更好了。原因很简单，我的团队太能打了。这位客官，您觉得菜品不满意，是因为酱汁太淡吗？没有不满意，很好吃。那麻烦您在留言簿上写个好评吧。大漠虽然不能出门，但他发现了新世界——说书与话本。姐姐，城里的说书先生念了我写的话本，茶馆满座。这故事编得太逼真了，不可能是真的吧？世上哪有会洗碗的蛇？什么品种的蛇？我也想养一条会做活计的。看到没？本王的魅力是跨越世界的。省得哪天被捕蛇人盯上。叶了魔火了，真的火了，火到我做梦都没想到的程度。一开始只是附近坊间的百姓来吃便饭，后来变成了全城必去的10大14之一，再后来文人墨客来了，达官贵人来了，连府衙的师爷都来了。请问叶掌柜，您餐馆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好好做饭，用心对人。这个世界虽无3界之分，但有5湖4海9州13道，想做到天下第一，难度只会更高。那就做天下第一。需要开分店吗？分店的事包在本王身上。分店的事包在本王身上。第一步，征服江南。我已经研究了你们人类的商号章程，让姐姐成为天地间第一饭馆老板。你这个章程，除了最后一页有点感人之外，全是废话。不过说实话，开分店这件事我不是没想过。叶了摸的口碑已经打出去了，如果再开一家，先把眼前的做好，步子太大容易扯着。掌柜说的对，不过如果有一天掌柜准备好了，我们3个都在。和灰雾街的灵能烛火不一样，但一样温暖。新世界的生活挑战远比我想象的多。首先是身份问题。顾渊白说他用了一点小手段搞定了3个人的户籍，我不敢细问那个小手段是什么级别的。顾渊白男26岁，这个还行；双灵女24岁也没问题。南浦月男8岁，8岁，按人类年龄换算的，本王正值壮年。你的画像呢？护帖上总得有画像吧？是一团黑色的墨翳。画师那天他非说自己是暗夜中最帅的存在，结果全黑。那不就是一张废帖？没关系，反正他也出不了门。第
2个挑战是市井规矩。双灵学东西很快，3天就学会了各种形式礼仪，但他有个致命的习惯，任何陌生人靠近他都会下意识戒备。双灵，为什么今天的菜一筐都没收？有陌生人要闯入后院，我全拦住了。那是菜农送货，我以为是刺客。顾渊白倒是适应的最快的，他不但学会了所有账务流程，还开始研究各坊间商后的经营之道。掌柜的，你知道吗？只要在特定时辰开张，配合节气时令和坊间口碑，就能招来更多客人。不过最让我意外的是，大漠成了城里的传奇。他的画本《末世闲谈录》已经在10几家茶馆轮番开讲，茶客们清一色的妙笔生花，天马行空，世间岂有此蛇？没有人相信那是真的。总有一天，本王要让全天下知道，本王不是编的。打住，在这个世界，你就是编的，记住了。哦。说起来，你们来这边之后，以前的修为还在吗？这个世界灵能浓度极低，术法无法外放，灵纹回路在这个世界的灵能浓度下无法维持，但体质还在，力量、速度都不受影响，剑骨也还在。本王还是本王，只是帅不出来了。也就是说，我的账房先生依然有能看穿一切的天眼，我的砍柴人依然有一剑开天的剑骨，我的洗碗工依然是半步化龙的妖皇。只是在这个灵能灰薄的世界里，他们选择了安安静静的给我打工。在那个世界，所有人都叫我剑尊，只有你叫我双灵，所以我更喜欢这里。姐姐在哪儿我就在哪儿，本王说的。日子过得飞快，转眼间夜了没在古城已经开了3个月，从最初的坊间小馆到现在的全城名店，每天排队的人从巷头排到巷尾。顾渊白把定席流程玩得炉火纯青。第2天，附近坊间的治安好了8成，李正专门跑来感谢我们。你们店的女伙计太厉害了，以后有什么治安问题就找她。大漠的画本越来越火，《末世闲谈录》已经传遍了3个州府，他开始接润笔费，当然是用隐士文人的名义。第1篇商稿是某药铺的方子推广。这位莫先生笔力了得，求问莫先生是何方高人？这条蛇写得太传神了，好想养一条。看到了吗，姐姐？全天下都想养本王。你1篇润笔费收了多少？50两。上交。什么？店里的碗碟该换新的了，你出。不过真正让我开心的不是这些，而是每天晚上打烊后4个人围在一起吃饭的时光，和灰雾街一模一样，只是多了油灯代替灵能烛火，多了穿堂风代替灵纹管道中吹出的横动暖风。掌柜的，你还记得在灰雾街时说过的话吗？哪句？3界第1的饭馆。那是我喝醉后说的醉话，被他用真言丹套出来的，但那确实是我最真实的心愿。记得。现在呢？还想做吗？想，不过这次不是3界第1了，是这天下第1。我要去参加御厨争鼎大会，夺魁者不但能拿到丰厚赏银，更重要的是，魁首的餐馆会被官府敕封为天下名馆，这是通往天下第1的第1步。掌柜确定，那个大会的评鉴官很刁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查过了，7位评鉴官的口味偏好、评鉴标准、历届争议判卷全在这里。3万字，他是什么时候写的？用当年在灰雾街分析命贵数据片的本事来分析评委，顾连白你是认真的？既然决定了，就好好吃饭，好好准备。这是他研究了1个月的养生汤，因为他说我最近太忙，气色不好。姐姐，你去比试，本王负责到处宣扬，到时候全天下都能知道你夺魁的事。万一我没夺魁呢？不可能，你做的饭是全天下最好吃的。你吃过全天下的饭？不用吃，因为你是我姐姐，姐姐做的就是最好的。这逻辑感人，但站不住脚。比试那天，全国300多位厨师齐聚一堂，
此刻，大漠果然没有食言，他提前安排了相熟的说书先生在茶馆同步讲述赛况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厨子，做不出惊天动地的菜，但我能做出让人想家的菜。就一碗疙瘩汤。别人都在做龙肝凤虎呢。你是北境那边的人？不是，但我的家人在北方。他赢了，疙瘩汤赢了！小我娘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就是家的味道。恭喜掌柜，迈出了第一步。虽然比试还没结束，但他已经把匾刻好了，好像从一开始就笃定我一定会赢。掌柜的，这份子条款不合理，驳回。这份可以，但分例要改。这份是邀请你去京城做客座主厨，去了就离天下第一更近了一步。但要去很久，店怎么办？我看着。本王也在。你能做什么？本王负责精神支持。掌柜的，当初你在会晤街说想做出世上最好吃的菜，现在机会来了。和他当初在星空下用星辉编织给我的一模一样。你带着这个，不管你去多远，我们都在。掌柜的，你回来的时候，叶两魔还在这里，我们也在。顾元白，别偷吃柜子里的桂花糕，那是我留给自己的。双灵，水井费别忘了交，上次就差点逾期。大漠，不许接奇怪的润笔活。前方是全新的天地，身后是不会改变的家。叶了魔的故事不会结束，他只是从一条叫做灰雾街的小巷子开始，最后落在了这个普普通通、烟火气十足的世界上。一间小饭馆，一个厨子，一位账房先生，一位砍柴人，一条洗碗蛇。掌柜的，你不在的第一天想你。掌柜的，你不在的第二天非常想你。掌柜的，你不在的第三天。你们能不能别一天进800封信？我在学艺。